你是否曾感觉自己的心灵像一个持续不断的战场，一个被围困的领地，而你正在慢慢的输掉这场战争？每一个在你口袋里震动的通知，每一个传到你耳中的不请自来的意见，每一个侵入你屏幕的混乱新闻，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新的敌人，它穿越你的防线，窃取你内心的平静。你晚上将头枕在枕头上，精疲力尽，不是因为一天工作的体力消耗，而是因为你自己失控反应的压倒性重负，因为你浪费了能量去试图对抗一股你根本无法控制的事件潮流。这是一场在你自身意识内部进行的消耗战，你感觉自己的战壕即将崩溃，而最残忍的部分是，这种疲惫感似乎是凭空而来的，不是吗？你感觉自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被他人的期望、社会的压力和现代世界制造的紧迫感的阵风毫无目标的席卷。你的宁静被一句恼人的评论所劫持，你的幸福依赖于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外部认可，你的生命能量被对假设性未来的担忧所耗尽。这种无力感是麻痹的，你冲动地做出反应，说出你后悔的话，而在一天结束时，压倒性的感觉是跑了一场精神马拉松，结果却完全停留在原地，迷失、疲惫，并且脆弱地等待下一场风暴的来临。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种反应性不是你的永久状态，而是一个可以被打破的习惯呢？如果存在一个密码，一种古老的精神技术，在2000多年前被锻造出来，专门为了在你内心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呢？一个对外界混乱免疫的内在城堡。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不会给你提供华丽的词藻或神奇的解决方案，我将教给你蓝图、工具和施工手册。我将向你介绍斯多葛主义的10大教训，一个完整的心灵操作系统，它将一步一步地指导你建造你自己的内在堡垒，一个无人能侵犯的和平与力量的避难所。在我们开始树立这座堡垒的第一道墙之前，请做出一个承诺的姿态，订阅这个频道，以免错过这场变革之旅的任何一步，并在下面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你的建设。这样做，你不仅仅是在与一个视频互动，你是在加入一个全球的心灵建筑师军团，他们都与你在同一时刻开始这项工作，在地图上宣告你的位置。这是你的第一个纪律行动，是你新心灵基础上的第一块砖。现在就做，然后我们将开始真正的工作。首先，让我们拆除一道虚假的墙。当你听到斯多葛主义这个词时，忘掉那些满脸胡须的老人在黑暗房间里背诵晦涩文本的形象。我们不是来上历史课的，我们是来在你的头脑中安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将斯多葛主义想象成一种自我掌控的技术，一套在战场上，在罗马元老院的走廊里，以及在人类生活最严峻的考验中锻造出来的高性能协议。它是一个实用的工具，一本精神工程手册，只为一个功能而设计，让你控制你唯一能真正统治的宇宙，你的内心世界。外面的混乱不会减少，因此你内在的力量必须增加。人们在接近这座堡垒时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把斯多葛式的宁静与冷漠或无情混为一谈，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斯多葛主义不是要压抑你的情感，它是要发展一种战略性的清晰度，以便你的情感不会压抑你。斯多葛派所宣扬的无所谓，不是冷漠，而是选择性专注。这是一门艺术，让你审视自己生活的战场，并以手术般的精确度知道哪个敌人值得你花费弹药，哪个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干扰。这是一种训练，让你成为自己思想的冷静和公正的观察者，而不是他们产生的每一个冲动的奴隶。而这项技术在最极端的条件下得到了测试和验证。它是马可·奥勒留的操作系统。这位哲学家皇帝在战争和瘟疫中统治着地球上最伟大的帝国，在军营帐篷的孤独中写下他的沉思录。他是塞涅卡的指南针，他是罗马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尼禄宫廷的致命阴谋中航行。而且也许最强大的是，他是艾比克泰德自由的源泉。一个身为奴隶、身体残破的人，却锻造出如此自由和坚不可摧的心灵，以至于国王和贵族都前来向他学习。如果这套哲学对一位皇帝、
一位顾问和一位奴隶都有效，那么它对你也同样有效。你整个堡垒的基础，一切将建立于其上的基石，是这第一条也是最关键的诫命。清晰地区分你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艾比克泰德，这位从奴隶成为大师的人，完美地总结了这一点。存在的事物中，有些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有些则不然。在你的掌控之中的是你的观点、你的判断、你的选择、你的欲望和你的厌恶。简而言之，所有属于你自己心智运作的一切，在你的掌控之外的是其他一切。别人对你的看法、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一个项目的结果、交通、天气。作为你自己的建筑师，你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沙滩上划下这条线，并发誓效忠于它。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未经训练的心灵是一个渴望绝对控制的暴君。他因下雨取消计划而沮丧，因司机在交通中抢道而愤怒，因负面批评而绝望。这种与现实的斗争是你所有焦虑和痛苦的主要来源。你在注定失败的战斗中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不是力量的标志，而是对生活游戏规则的深刻误解。这就像一个棋手试图控制对手的棋子，失败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数学上的必然。想象你的心灵是一座堡垒，城墙之内是你的王国，你是那里的绝对君主。你的反应、你的美德、你的品格，城墙之外，他人意见的大军、经济的风暴、厄运的箭矢，不在你的指挥之下。反应迟钝的人为每一个敌人打开大门，任由他们掠夺他内心的平静，而斯多葛派则登上最高的城墙，冷静地观察外面的混乱，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加固防御、训练士兵和确保王国秩序井然上。他知道，真正的胜利不是击败外面的军队，而是确保他永远无法进入。在实践中，这会改变你的生活。当有人侮辱你时，反应迟钝的人关注的是冒犯不可控，斯多葛派关注的是他的回应可控，选择不受伤害。堵在车流中，反应迟钝的人诅咒其他司机不可控，斯多葛派利用这段时间听有声书、练习呼吸或反思他的一天可控。在每一个沮丧的时刻，你都应该问自己，这件事的哪一部分在我的控制范围内？答案几乎总是相同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它的看法和你的反应。这个问题是锁上你堡垒大门的钥匙。应用这一原则，你不会变得被动，相反，你会变得异常强大。你停止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浪费你的意志力、你的注意力和你的情感能量，取而代之的是，你将这些资源的100%重新导向到他们能保证产生影响的唯一地方。你自己的行动和你自己的品格。你成为一名剑术大师，他忽略风和距离，痴迷地专注于他唯一能控制的事情，自己射击的完美性。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努力的卓越，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既然你已经划定了你王国的边界，第二个实践是学习从正确的视角来观察它。斯多葛派称之为希罗克勒斯的圆圈或俯瞰视角，这是一种强大的技术，可以消解自我的暴政和日常问题的紧迫性。这是一个精神上的缩小练习。想想你当前的问题，那个此刻看起来如此巨大和压倒性的担忧。现在想象你正漂浮出你的身体，看着你自己继续上升，看到你的房子、你的社区、你的城市。你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小了一点？应用这项技术的困难在于，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相反的方式放大。我们在生物学上被编程为密切关注眼前的威胁和个人戏剧。我们的自我说服我们的问题是宇宙中最重要的，我们的痛苦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围绕着我们的小战斗旋转。这种隧道视野放大了痛苦，使我们对存在的广阔视而不见。打破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需要有意识和有纪律的努力。这是强迫自己放弃个人戏剧的舒适，去面对宇宙尺度的冷酷而解放的现实。在你的堡垒内部，这种实践就像登上最高的瞭望塔。在庭院的层面上，士兵之间的小争吵可能看起来像一场灾难性的叛乱，但从塔顶看，
你发现这只是城堡一角的一个小事件，而王国的其余部分则保持和平与秩序。从高处，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威胁正在地平线上逼近，并将它们与内心恐慌制造的虚假威胁区分开来。这种更高的视角并不会否认问题，它将其置于背景之中，它给予你清晰的思路，让你明智地分配资源，专注于真正威胁你堡垒完整性的事物，而不是仅仅刮伤大门油漆的东西。把它当作一个日常工具来使用。当对工作会议的焦虑吞噬你时，退后一步。记住，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中，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当一次个人冒犯伤害你时，记住这个星球上还有数十亿其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和戏剧。记住，100年后，你和冒犯你的人都将化为尘土。这不是为了让你沮丧，而是为了让你解脱。这会儿耗尽微不足道的事件对你的控制力，让你重获平静和平衡。这种时间的最终结果是获得宁静，或者斯多葛派所说的 apatheia， 不是冷漠意义上的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而是不被不值得扰乱你内心平静的事物所困扰的安详。你学会将你的问题看作是漫长道路上的小石子，而不是不可逾越的墙壁。你变得比你的担忧更强大。你的心灵曾是一个狭小幽闭的恐惧地窖，扩展到如夜空般广阔，能够观察焦虑的彗星划过而毫不动摇。随着城墙的确定和视角的调整，是时候开始对你的士兵进行积极的训练了。一支只在晴天训练的军队将在第一场风暴中被摧毁。第三个斯德哥教训是自愿逆境的实践，或称 premeditatio malorum， 对不幸的预演。这包括静坐下来，并刻意想象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如果你今天失去了工作，会怎么样？如果你爱的人离开了你，怎么办？如果你生病了，怎么办？目的不是沉溺于悲观主义，而是为了演练困难，以便如果它某天真的到来，不会让你措手不及。这与现代文化所宣扬的一切背道而驰。我们被教导要积极思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负面思想，好像仅仅想象一场灾难就能以某种方式召唤它。未经训练的头脑逃避痛苦，寻求舒适，并生活在对生命无常和脆弱的脆弱否定中。自愿面对不适和失去的可能性是一种巨大的勇气行为。欺骗自己，希望不幸永远不会敲响你的门，比为它不可避免的会到来的那一天做好准备要容易得多。对这种实践的抵制是伪装成乐观主义的恐惧。在你的堡垒内 premeditatio malorum 就是战争模拟。将军在和平时期模拟突袭、粮仓火灾和内部叛变。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希望这些事情发生，而是因为他的责任是确保，如果他们发生了，他的部队不会惊慌失措。通过想象最坏的情况，你实际上是在检查你的城墙是否有薄弱环节。你问自己，如果我失去了一切，还剩下什么？我还有我的品格吗？我的勇气？我重新开始的能力吗？你会发现，你真正的自我，你的内心王国是无法被外力夺走的。将此融入你的日常，每周一次，花几分钟想象你失去了你珍视的东西。不要专注于恐慌，而要专注于解决方案。如果我被解雇了，我的前3个步骤会是什么？我会给谁打电话？我有哪些技能可以确保我找到新职位？除了想象，还要练习自愿的不适。洗个冷水澡，在地板上睡一晚，禁食1天，向你的身体和心灵展示，你能承受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正如塞涅卡所说，对未来颤抖的人，在时间到来之前就已经不幸了。通过练习对不幸的预演，你会培养出非凡的韧性。焦虑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开始失去对你的控制。你已经在你的脑海里经历过，已经在黑暗中面对过怪物并幸存下来。你不再生活在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持续而模糊的恐惧中，而是对你处理任何事情的能力产生一种冷静的自信。你把恐惧从一个使人瘫痪的敌人，转变为一个让你变得更强大、更准备就绪，并且矛盾的、更能欣赏当下和平与繁荣的训练伙伴。
既然你为未来而训练，你需要与现在和过去和平共处。第4课是对无常的彻底接受，体现在著名的拉丁短语 Memento Mori 中。记住，你终将一死。这不是一个病态或令人沮丧的想法，相反，它是存在的最强大的提醒，让你过一种有目的、有紧迫感和懂得欣赏的生活。你所爱的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一切，都有一个有效期。你的生命此时此刻是一个脆弱而暂时的礼物。意识到死亡不是悲伤的邀请，而是行动的呼吁。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自然倾向是活得好像我们是不朽的。我们推迟我们的梦想，怀着微不足道的怨恨，把时间浪费在分心的事情上，并把我们所爱的人视为理所当然。死亡的想法吓唬我们，所以我们把它推到脑后，假装它不适用于我们。我们生活在一种否认的状态中，建造着计划和财产的沙堡，无视每一秒都在上涨的潮水。接受无常是困难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有限性和我们所执着的一切的脆弱性。在堡垒的比喻中， Memento Mori 是中央塔楼上的时钟，其持续的钟声提醒所有居民时间是有限的。它敲响的不是绝望之声，而是紧迫之声。它告诉士兵们努力训练，因为战斗可能在明天。他告诉国王明智的统治，因为你的统治不是永恒的。他告诉市民们充实的生活，因为黑夜终将到来。这个对死亡的持续提醒并不会削弱堡垒，反而使其充满了一种使命感。它确保城墙内的任何人都不会在琐事上浪费时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每一刻都是宝贵且不可替代的。要练习 Memento Mori，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痴迷于死亡的哥特人，只需找到一些小的提醒。拥抱亲人时，记住有一天这个拥抱将是最后一次，这会让你以更多的存在感和爱去拥抱。开始一个重要项目时，记住你完成它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会给你克服拖延的专注力。马可·奥勒留每晚都会反思，也许第二天早上他就不会醒来，这并没有让他焦虑，反而帮助他原谅当天的小冒犯，并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带着对死亡的意识生活的结果是一种非凡活力的生活。琐碎之事消失了，你不再担心别人怎么想，因为你意识到在永恒面前这微不足道。你变得更勇敢，更愿意为你所信仰的事物冒险。你对周围的人变得更有爱心和更具存在感。当你看向死亡的眼睛时，你发现的不是恐惧，而是清晰。你最终明白，目标不是永存，而是以一种方式生活。如果死亡今天降临，你可以说，我活得很好，我尽力了，我准备好了。知道这一切是不够的，一座设计完美却没有建设者的堡垒，只是纸上谈兵。第5个也是至关重要的斯多葛教训是行动的纪律。焦点不应该在结果上，因为结果常常超出你的控制，而应该在过程、努力和正确行动的责任上。无论发生什么，斯多葛派相信，我们的目的是根据美德和理性行事，然后接受结果。无论结果如何，回报不在于胜利，而在于打得好的一仗。成功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的质量。这里的困难在于，我们是一个痴迷于结果的社会。从小，我们就被训练去重视奖杯、高分、晋升、粉丝数量。我们将我们的自尊和幸福与这些外部的不可控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这种心态使我们变得脆弱。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即使我们的努力是无可挑剔的。如果我们纯粹靠运气成功，我们感到虚假的优越感。专注于过程是困难的，因为它要求你在内部找到验证，在你自己的正直和职业道德中，而不是在外部的认可或你工作的成果中。在你的堡垒内，这是建设者们每日的纪律。他们不担心明天暴风雨是否会摧毁一段城墙，他们唯一的担忧，他们唯一的责任是今天尽可能完美地砌好每一块砖。他们在正确的对齐、混合均匀的砂浆和精良的工作中找到满足感。城墙的力量不是未来的事件，它是成千上万个以卓越执行的当下行动的总和。斯多葛建筑师知道，如果他专注于在每一刻都尽力而为，
结果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即使堡垒倒塌，他也会有内心的平静，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将此应用于你的目标。如果你想健身，不要痴迷于体重秤上的数字，一个会波动的结果。相反，爱上去健身房和健康饮食的过程，你控制的努力。如果你在创业，不要执着于营业额目标，专注于制造最好的产品和善待你的客户。在每一项任务中，你的口头禅应该是：我的责任不是成功，我的责任是凭着美德行事，并尽我所能，其余的不在我的掌控之中。这种焦点的转变减轻了巨大的压力，并让你能在最高水平上表现。你从中获得的力量是情感上的无敌。当你的自尊不与结果挂钩时，你就不可能被打败。如果你失败了，你不会把它看作是你价值的反应，而是作为调整过程的反馈。如果你成功了，你心怀感激地接受，但没有傲慢，因为你知道运气起了作用。你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成为一名专业人士，一个为努力而非掌声感到自豪的人。你从胜利和失败的情感过山车中解脱出来，找到一个稳定的内心平静的高原，知道你时时刻刻都在做正确的事情。随着你的行动与你的责任保持一致。第6课关注的是你所拥有的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工具之一，你的言辞。斯多葛派，特别是像小加图这样的人物，以其言辞的节俭和精确而闻名。言辞的纪律包括3个实践：少说、多听、言出必行。在一个充斥着噪音、廉价意见和无意义对话的世界里，沉默和深思熟虑的言语成为一种超能力。多言不是智慧的标志，而是一个失禁的心灵。每一句不必要的话都在泄露能量和专注力。对这种实践的抵制是深刻的社会性的。我们被鼓励对一切都有意见，参与所有对话，用言语填补每一个沉默。沉默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感到有压力，要显得聪明、有趣或见多识广。八卦、抱怨和夸大其词是容易使用的社交货币，但每一次使用都会贬低你的品格。练习言辞的纪律要求你逆着这股噪音的潮流游泳，要习惯于没有意见，选择专注倾听而不是冲动发言。这是一种谦逊和自我控制的训练。你的精神堡垒需要严密把守的大门，而你的嘴就是其中之一。每一句不必要的话，每一次抱怨，每一次八卦，都像是让一个敌方间谍带着关于你弱点和计划的重要信息离开。相反，少说且更精确的说话会加强你的地位。当你说话不多时，当你决定开口时，人们会学会认真倾听，你的话语有了分量和权威。战略性的沉默给你时间去思考、观察和基于理性而非情绪反应来制定回答。你成为自己精神能量的守护者，不将其浪费在无用的言语上。从今天开始练习，在你的下一次对话中设定一个目标，70%的时间倾听，只说30%。在发表意见之前，问问自己：这需要说吗？这需要由我来说吗？这需要现在由我来说吗？像躲避毒药一样避免八卦，因为它既腐蚀说话者的品格，也腐蚀听者的信任。从你的词汇中消除慢性抱怨，与其抱怨一个问题，要么闭嘴接受它，要么只为了提出解决方案而开口。用你的言辞去建设，而不是去摧毁。当你成为自己言辞的主人时，你也就成为了自己心灵的主人。你散发出一种冷静、自信和智慧的光环，人们开始将你看作是一个稳定可靠的人，一个在充满口头混乱的世界里的宁静支柱。在内心，你节省了大量的精神能量，这些能量可以被重新导向到富有成效的任务和加强你的品格上。你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世界的挑衅和愚蠢，最聪明、最强大、最具有战略性的回应，不是一句妙语，而是一种庄严而不可动摇的沉默。你现在控制着你的反应、你的视角、你的言辞和你的行动，但指导这一切的原则是什么？第7课是斯多葛操作系统的核心，对美德的不懈追求。对于斯多葛派来说，唯一真正好的东西是美德，唯一真正坏的东西是恶习。
其他一切，健康、财富、名声、痛苦，都被归类为无关紧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价值，而是他们没有道德价值。美德是唯一完全取决于你并且不能被夺走的善。斯多葛美德建立在4个支柱上：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这与我们的文化所定义的好截然不同。我们被教导去追求快乐、财富、地位和舒适，将它们视为最高的善，认为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成为一个好人，公正、勇敢、智慧和自律。这种想法似乎几乎过时或天真。内心的冲突是不断地诱惑我们为了一个更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而牺牲美德，为了签下一份合同而说谎，用正义换取财富，为了避免冲突而屈服于同伴压力，用勇气换取社会接纳，沉溺于损害健康的过度行为，用节制换取快乐。对美德的追求是与这些捷径的日常战斗。在堡垒内部，4种美德是统帅你军队的将军。智慧是战略家，他知道如何区分善恶和真正重要的事情。正义是外交官，他确保所有行动对王国其他居民和邻国都是公平和正确的。勇气是冠军，是面对恐惧和痛苦去做正确事情的战士。而节制或自治是军需官，他管理资源，控制欲望和冲动，以使堡垒永远不会因内部过度而削弱。没有这些将军的堡垒只是一堆石头，容易受到腐败和混乱的侵袭。美德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在行动中锻造的。每一天你都会有几十个机会去实践它。当一个同事犯错时，你可以选择揭发他邪恶之恶，或悄悄帮助他正义之德。面对一项让你害怕的艰巨任务时，你可以拖延懦弱之恶，或从第一步开始，无论多小勇气之德。当你感到冲动，想要过度饮食或饮酒时，你可以屈服贪食之恶，或实行自制节制之德。每一个选择都是在锻造你品格的练习。这种追求的结果不是圣洁，而是 eudaimonia， 一个希腊术语，通常被翻译为幸福，但其含义更接近于人的繁荣，或与你的理想自我和谐相处。这是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平静，来自于知道你正在尽最大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外部环境失去了定义你幸福的力量。你可以在富裕或贫穷中，在健康或疾病中保持美德。你成为自己稳定的源泉，一个内心堡垒的公民。其财富不在于金库，而在于其不可动摇的品格。这也许是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解放的一刻。在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美德行事，并专注于过程之后，你必须学会接受，甚至热爱结果，无论它是什么。这就是 Amor Fati， 热爱命运的教义。这并非被动的顺从，而是对发生的一切，无论被认为是好还是坏，都是宇宙宏大之锦的一部分，因此是必要和正确的，一种积极而快乐的接受。这是一种信任，即使在最痛苦的事件中，也存在着实践美德和成长的机会。未经训练的心灵与现实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他怨恨过去，抱怨本应该如何，他恐惧未来，为可能出错的事情而焦虑，他抗拒现在，希望事情能有所不同。这种抗拒就是痛苦的定义。Amor Fati 则相反，它是将你的渺小意志臣服于宇宙浩瀚的智慧。这很困难，因为它要求我们放弃我们最深的渴望，即宇宙应顺应我们的愿望。它要求我们信任生命的过程，即使我们不理解它。在你的堡垒中 ，Amor Fati 是理解到堡垒存在于一个更大的景观之中。你无法控制天气、季节或地动，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堡，但如果一场地震将其一分为二，唯一有策略性的回应就是接受事实，并用废墟开始重建。试图与地震抗争是疯狂的。Amor Fati 是利用废墟建造一座更坚固堡垒的艺术，它将障碍视为道路本身，而非道路的终点。马可·奥勒留说，行动的障碍促进了行动，挡路的东西变成了路。Amor Fati 的实际应用是一个问题的转变。你不再问为什么这会儿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开始问我如何利用这件事来实践美德。我如何将这毒药变成解药，被解雇了。太好了，
这是一个实践勇气和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机会。面临疾病，太好了，这是一个练习耐心和欣赏生活中小乐趣的机会。一段关系结束了，太好了，现在你有机会练习自给自足和反思。你不再把生活看作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开始把它看作是为你而发生的事。从这种实践中产生的力量是坚不可摧。如果你能热爱发生的一切，那么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到你。你变得像火一样，吞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并将它们转化为更多的燃料。挫折、怨恨和失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和平与使命感。你与生活共舞，而不是与之对抗。你与宇宙的流动合而为一。这样做，你发现了一种不属于你，但通过你流淌的力量，你成为命运的伙伴，而不是环境的受害者。一座不定期检查的堡垒最终会倒塌，它的墙壁可能会出现裂缝，守卫可能会变得自满，叛徒可能会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渗透进来。第9个斯多葛教训是每日反思的实践，一种神圣的自我省察和路线调整的仪式。像塞涅卡和艾比克泰德这样的哲学家极力主张，将一天结束的时间用于诚实和私密的行动分析，而不是分心。这是堡垒的建筑师沿着城墙行走，检查每一块石头的完整性和每一位守卫的准备状态的时刻。对这种实践的抵制来自于疲劳和逃避。在一个漫长而紧张的一天结束时，我们的大脑最不想做的就是在工作，又或是寻求麻木、社交媒体、电视、食物或饮料。我们想逃离自己，而不是遇见自己。此外，诚实的自我分析可能会令人不舒服，它要求我们面对自己的错误、品格的缺陷，以及我们没有按照自己标准生活的时刻。指责他人或环境比为我们的行动和反应承担全部责任要容易得多。在你的堡垒里，这是指挥官的航海日志。每天晚上睡觉前，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分析这一天。他不是用残酷来评判自己，而是用工程师寻找系统缺陷的客观性。他问自己3个关键问题，正如艾比克泰德所建议的：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我做对了什么？我有什么该做而没做？这种分析让他能够识别反应性行为模式，庆祝美德的小胜利，并计划第2天如何成为一个更好、更明智的领导者。没有这种每日反馈，成长是不可能的。今晚就开始这个仪式。睡觉前留出5分钟，拿一本笔记本，或者只是静静的反思，回顾你的一天。从你醒来的那一刻起，你在哪里按照你的价值观行事了？你在哪里失败了？你什么时候被愤怒、焦虑或懒惰所控制？不要惩罚自己，只是带着好奇和同情心去观察。如果你犯了错，就对自己说：明天我会努力做得更好。如果你做对了，就承认自己的进步。这个简单的行为是加速你转变并确保你不会无限期地重复同样错误的最强大方法之一。通过练习每日反思，你成为自己的导师、自己的教练。你不再活在自动驾驶模式中，而是有意识地掌控自己的个人发展。你墙上的裂缝在变成缺口之前就被修复了，小的坏习惯在变成恶习之前就被消除了。你的进步曾经是随机的，现在变得刻意和持续。你确保你今天建造的堡垒总是比昨天的堡垒更强大一点，更具韧性一点，也更具美德一点。最后，在建造和加固了你的内在堡垒之后，最后一刻邀请你打开大门，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联系感。斯多葛派称之为 sympathia， 即我们都是一个单一有机体，人类的一部分的意识。你的堡垒不是为了让你在一个自私的塔楼里与世隔绝，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他人力量、稳定和美德的源泉。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对蜂巢不好的，对蜜蜂也不会好。你的个人福祉与整体的福祉紧密相连。这是最后一课，因为它只有在其他9课都在进行中时才能真正实践。冲突在于，当我们处于反应和痛苦的状态时，我们的焦点不可避免的是自私的。我们忙于拯救自己，以至于没有精力去帮助他人。稀缺心态告诉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失去一些东西。此外，
现代世界鼓励我们将他人视为竞争对手或实现我们自己目的的工具，将每一个人，即使是我们不喜欢的人，视为兄弟姐妹，同一宇宙团队的成员。这是一个激进的视角转变。你的堡垒现在不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而是一座城堡，一个你可以服务世界的指挥中心。因为你的平静不再依赖于外部因素，你可以为那些恐慌的人提供冷静。因为你不再是你情绪的奴隶，你可以为那些在反应中迷失的人提供理性的建议。因为你实践美德，你成为了可能性的活生生的例子，不是用言语，而是用你的行动来激励他人。你明白，你力量的最终目的不是自我保护，而是服务。每天练习 Sympathia， 每天练习 Sympathia。在与一个难相处的人打交道时，记住他也在打着自己的仗。也许用的工具比你的差得多，以耐心，如果可能的话，以同情心行事，寻找机会，以大大小小的方式帮助他人，为你的社区做出贡献。记住，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身体的一个成员，伤害他们就是伤害你自己，帮助他们就是治愈你自己。这是你作为世界公民，作为宇宙有意识居民的责任。通过内化这最后一刻，你的转变之旅就完成了。你从一个反应迟钝的人，一片风中的叶子，演变成你内在堡垒的建筑师，最终成为在风暴中引导其他船只的灯塔。你在坚不可摧的自给自足和与人类富有同情心的联系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你获得内心的平静，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它。你的力量不再仅仅属于你，它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礼物。你已经在实践和事实上成为了内心堡垒的真正公民。你已经读完了这本手册，但你真正的旅程才刚刚开始。知识没有行动，只是头脑中沉重的负担。你刚刚学到的10堂课是蓝图，是你内心自由的详细地图。但一张地图，无论多么精确，如果你不迈出第一步，它永远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现在是时候签署建筑合同了，不是与一个 YouTube 频道，而是与等待被建立的更强大的你自己。你作为一名在逊斯多葛派的第一个实践，从这一刻开始，到评论区写下力量宣言，我是建筑师。这不是给算法的评论，这是与你自己的合同，这是你公开声明，你正在完全掌控你的内在建设。在你做出建筑师宣言之后，加上第2句话，我坚持到了最后。这不是虚荣的行为，而是给我们在这里建立的社区的一个信号。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你不是一个寻求短暂灵感的游客，而是一个严肃的建设者，一个完成了初步训练并准备好迎接未来艰苦工作的士兵。通过这样做，你将自己标识为承诺者军团的一员。如果这些工具对你有用，请点赞，让算法知道这是一个需要被他人找到的宝贵武库，并订阅频道，确保你不会错过我们旅程的任何后续步骤。最后，记住第10课也是最高尚的一课，对蜜蜂好的，也必须对蜂巢好。你新发现的力量不仅服务于你，也服务于整体。你肯定认识某个正在漂泊与焦虑和反应的浪潮做斗争的人。与那个人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发送一个链接，它是提供一套工具，一个救生衣，一个风暴中避难所的蓝图。这是一种服务和正义的行为。工作现在开始，去吧，做出你的宣言，加入军团，并帮助加强蜂巢，好好建设，保持坚强，并且记住，和平不是你找到的东西，而是你建造的东西。